大家好，我是戴着镜拿着话筒的阿拉斯加偏偏。最近每周二都会给大家吐槽雷剧，是时候推荐一部好剧了。今天就说一说了不起的麦瑟尔夫人。小白出生在上世纪50年代一个富裕的犹太家庭，她是一个极度自律且有计划性的女人。为了穿上婚纱3个礼拜不吃固态食物，6岁就确定了自己将来的专业，12岁就找到了最适合自己的发型，13岁就决定了以后要进拿索名牌大学。后来她嫁给了麦瑟尔小黑，就成了麦瑟尔夫人。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似乎更注重精神上的交流，经常结伴去看一些促进精神化发展的艺术演出。婚后的小白全心全意当一名全职太太，还为小黑生了1儿1女。小黑就像天上的星星一样，啥意思呢？就是挺好看的，但没啥卵用。工作是他爸给安排的，他并不喜欢。他真正的梦想是说单口喜剧，也就是脱口秀。但小黑这个人没啥喜剧天赋，从不生产段子，他只是段子的搬运工。他在台上讲的段子几乎全都是抄的，并且还抄的心安理得。小黑经常去郊外的酒吧演出，每当酒吧给安排的演出时间不好，小白就做好事的贿赂酒吧老板，并在演出的时候认真记录观众反应，告诉小黑他哪里可以做得更好。天哪，这么好的老婆上哪找啊？我觉得所有男生第一次接触爱情，应该就是你的女同桌帮你抄课堂笔记的时候了吧？小白为了在小黑面前时刻保持美丽，每晚都等小黑睡着之后才开始卸妆，睡前把窗户拉开一条缝，这样第二天第一缕阳光照进来，他就能赶在小黑醒之前起床化好妆再躺回去。也不知道下雨天的时候他咋办。偏偏就不一样了，只有贫穷能让我早起。除此之外，小白还10年如一日的每天记录自己的身材。小黑你看到了吗？小白已经坚持10年了，你清醒一点。这天演出之前，小黑抱怨小白给他准备的衣服全是洞。小白建议他可以把这件事情用笑话的形式讲出来，起码是你原创的，总比抄人家段子强。今天我给大家讲个笑话，看啊，我衣服上全是洞。很明显，小黑用自己平铺直叙的实力把演出搞砸了。回家之后，却把锅甩给了小白，并生气的收拾行李，决定离家出走。小白很难过，并表示 That's my suitcase. I've been having an affair. Your secretary. 明明什么都没做错的小白去寻求爸妈的安慰，却换来了一顿训斥，只能通过一杯82年的二锅头借酒消愁。喝醉之后，他来到了小黑之前演出的酒吧，准备拿回贿赂酒吧老板时装菜的锅，却没想到误打误撞上了台，借着酒劲儿狠狠地 diss 了小黑和他的秘书。小白的大尺度表演引起了全场观众的欢呼。喝高了的小白觉得也许尺度还可以再大一点，于是第一季就漏点，喜剧行业竞争已经如此激烈了吗？很难想象第2季尺度会是怎样。为了研究喜剧，第2季我决定了。咱们接着说啊，小白因为没有表演执照和公然猥亵罪被警察逮捕，被在酒吧工作的你的女孩 TT 保释了出来。TT 一眼就看出了小白在喜剧上的天赋，并承诺能够捧红小白。但是小白觉得那天的演出纯属意外，拒绝了他。小黑妈妈给小白妈妈打了个电话，表明不希望俩孩子离婚，自己也怕再也见不到自己的孙子和孙女。小白爸爸知道电话是亲家母打来的，非常开心，并扬言要掏出自己的电话扬声器。小黑妈妈提议一家人再聚一次，小白妈妈也嘱咐小白一定要穿上自己最性感的晚礼服，让小黑那个渣男知道他失去的是什么。隔天小黑来上班，一脸懵逼的发现他出轨的那个秘书被他爸调走了，换来了一个让他毫无出轨欲望的大妈。小黑对他爸的审美表示不满，并愤怒的表示希望他爸不要插手自己的工作。这位兄弟大概是忘了，要不是靠他爸，他现在都没有工作。两个家庭心照不宣的聚会终于开始了，场面一度非常尴尬。为了让场面更加尴尬，他们把小白爸爸和小黑单独留在了客厅。小白爸爸先是把女婿小黑叫到卧室训斥了一番，之后又把小白和小白他妈叫到了卧室。忘了说了啊，小白爸爸是一名人民教师，喜欢把人叫到一个地方谈话，可能是他的职业病。小白爸爸怒斥小白：“我不是让你打扮的漂亮点，让小黑回心转意吗？”小白的态度很佛系，他要是不想回来，我也不能勉强啊。随后小白听到门外的争吵声，出门一看，小黑在和自己的爸爸吵架。这多线吵架叙事的架势，简直就是美国家庭版的《小时代》。小白爸爸忍不住爆出了一个猛料：小白全家现在住的这个房子根本就不是小黑自己买的，而是他送给孩子的结婚礼物。既然小黑要离婚，那他就收回自己的房子。小黑的星星人设终于被拆穿了，工作是他爸给的，自己没有1分钱存款，连给小白买花的钱都是他爸出的。最终以双方的爸爸撕破脸将这个聚会推向了高潮。发现老公真面目的小白无比愤怒，又来到了酒吧，拿起话筒就是一场 diss。这次 diss 的除了小黑和女秘书，外加一个小黑爸爸，和上次一样迎来了观众的欢呼，和警察的逮捕。以上就是了不起的麦瑟尔夫人第1季的前2集，该剧豆瓣评分高达9分，算是一部披着复古和脱口秀外衣的女权剧。告诉女性朋友们，身边的人越是告诉你离开了男人就活不下去的时候，你就越应该证明自己的价值，同时也鼓励我们积极大胆的去做自己喜欢做的事，并将之作为事业去奋斗。有一段情节偏偏特别喜欢，小白问另一个脱口秀男演员：“你爱脱口秀吗？”我这么跟你说吧，只要有其他任何可以养家糊口的工作，我都会去做的，只要给钱，啥都干。比如上豆瓣给烂片刷5星好评，去片场给怀孕的流量女明星当裸替。如果有人跟我说你要么吃一坨屎，要么去三里屯说2礼拜的脱口秀，我肯定会问能不能撒点孜然再吃啊。But do you love it? Yeah, he loves it. 如果这都不算爱，我有什么好悲哀？谢谢你的慷慨，是我自己的活